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特展，名为《他者的城市：1920到1940在巴黎的亚洲艺术家》。这个展览也被称为近年来新加坡最好的艺术展之一。展品包括留法的艺术家常玉、庞勋琴、潘玉良、徐悲鸿、刘海粟等，旅法的日裔艺术家藤田四治、新加坡艺术家张丽英、越南三杰、李普、梅中树等人。我们非常有幸跟着藏家姚谦老师来到了新加坡美术馆，参观了这次特展。我一开始收藏就以巴黎画派开始。我们当时华人的命运，当时的战争、疾病造成的人的迁徙，但也造成了文艺的合作交流。一战到二战之间，巴黎画派引领整个世界的现代主义前卫的潮流的，它其实是由很多移民艺术家主导的，包括亚洲艺术家。这个展览200多件作品，共100多位艺术家，亚洲基本上就是占90%了。常玉早期的人体作品，以及40年代末越来越穷困潦倒时画在纤维板上的作品，都是非常少能够在私人的展览或者博览会上露面的作品。水墨勾勒的极简的人体，极小的头，然后躯干部分越来越粗壮。大腿的这种画法，当时徐志摩就说是宇宙大腿嘛，相当前卫的。常玉出生在四川，从小学习书画，传统花鸟画画得非常好。马是常玉创作生涯中十分珍爱的主题，对马的再现过程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溯，还是常玉本身洒脱豁达、思乡离愁的外向投射。这张比较少借展的，居然在新加坡又重看了一次。他向来只要粉红色动物，经常都在对照女人。常玉他就是一个大直男，歌颂女性，而这是一个躺了很放松的，甚至有所爱意表达的一个马。徐悲鸿非常精彩的古柏中国画作品，还有齐白石等等，属于法国蓬皮杜的或者其他馆的永久馆藏，相隔70、80年嘛，重回亚洲展览。刘海粟、卢森堡之雪应该是第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油画作品进入法国的典藏序列。巴黎对这些亚洲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展示的平台。但是同一方面，文化上冲击、种族的歧视也都是存在的。庞勋琴、林风眠他们的导师可能跟他讲，你应该去集美馆，在巴黎的亚洲馆去看你们的东西。当时整个中国艺术家群体，他们看待西方还是属于一个平视的角度。徐悲鸿、常玉、刘海粟他们都很大胆的、非常自信的把属于你自己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放入到你的探索中去，并不只是去学习的学徒，也是这个城市的主体。潘玉良晚年，他最后把自己的作品连运回中国运费都没有，他又想办法卖了运回中国。可以看他对于自己的民族的自信和忠诚。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发现了敦煌的画册，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已经被西方盗窃了。他回国之后就主动要求去敦煌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了个敦煌的守护者。庞勋琴呢，他要想在中国建立起工艺美术，在巴黎国立工艺美术学院好像不招收外国学生。他通过在各种各样的学习路径，吸收了工艺美术的西方的一些最新的潮流啊取向。回国之后，他在上海组织觉兰社，在1949年之后去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过去在西方美术史直到现在，亚洲艺术家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非常能够希望把西方美术史忽略的这些艺术家能够重新让大家关注，了解他们的创造力，
价值。